2025年12月，美國五角大樓傳出了一則讓全球海軍都坐立不安的消息。美國海軍決定取消星座級護衛艦的建造計劃，將未來的全部籌碼壓在了一款名為 FFX 的新型護衛艦上。星座級這個替代朱姆沃爾特被美國海軍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海軍主力，突然被宣判死刑，取而代之的這個 FFX 到底是個什麼來頭？說出來你可能不信，這艘要承載美國全球霸權的救命稻草，它的原型不是什麼黑科技戰艦，而是一艘在海岸警衛隊服役10餘年的老船——傳奇級國家安全巡邏艦。那麼問題來了，美國海軍為什麼選擇這麼一艘老船作為一艘排水量4500噸級的艦艇？它的航行性能到底如何？它是否能夠適應全球複雜多變的海況環境？既然要聊 FFX 護衛艦，我們就必須先審視它的平台基礎。為什麼美國海軍會選擇一艘海岸警衛隊的巡邏艦作為設計模型？在擁有眾多先進驅逐艦設計方案的美國，難道真的找不出更先進的底子了嗎？實際上，這個選擇背後是美國軍事工業的無奈，以及美國海軍下一步發展的邏輯。FFX 的設計藍本是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制造的傳奇級國家安全巡邏艦。我們要知道，截止到2025年，這款巡邏艦已經交付了10艘。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它的生產線是現成的，它的供應鏈是完全本土化的，它的工人操作流程是高度標準化的。換句話說，海軍看重的不是它的先進性，而是它的確定性。那麼 FFX 的數据到底如何呢？根據公開的技術參數， FFX 繼承了傳奇級優秀的遠洋續航能力，其航程達到了驚人的12000海里。為什麼要如此強調遠洋能力？因為在美國海軍的全球戰略中，需要它可以長時間在全球的關鍵水道進行封鎖與巡邏。畢竟美國海軍目前缺少護衛艦，在未來的挑戰迫在眉睫的情況下，美國海軍必須盡快補齊數量的漏洞。既然航行性能已經得到驗證，那麼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如何將它從一艘巡警船變成一艘能夠參與高強度对抗的戰艦？在這裡，我們必須提到一個非常核心的政策名詞，那就是岸土施工。為什麼海軍部長在2025年底的指令中一定要強調不能亂改設計？難道加入更先進的雷達和更厚的裝甲不好嗎？答案其實很簡單，星座級建造的時候吃過虧。我們回顧一下過去20年美軍的戰艦設計歷史，為什麼很多項目會陷入停滯？不就是因為海軍在建造過程中頻繁修改設計需求嗎？星座級一個好好的成熟產品，愣是被美國海軍改到通用性只剩 15%。試圖應用新技術當然是好的，但是為了应用新技術，導致原本的建造計劃完成不了，就本末倒置了。既然如此， FFX 項目就採取了一種近乎極端的手段，強制凍結初始批次的所有設計規格。計劃是先下水一批，要是需要改進的話，就改造下一批。這就意味着不需要進行各種設備的測試，也不需要各種生產線的調試，直接按照原來的圖紙開工建造就行了。可是既然不允許改造圖紙，這是否意味着 FFX 在下水那一刻就已經落後了呢？既然它的船體空間有限，美軍又該如何滿足未來戰場的火力需求？實際上，這正是 FFX 項目最聰明的地方，它不再追求將所有的武器系統都強行塞進船體內部，而是採用了一種全新的構架思路。更進一步的說，這種思路徹底改變了護衛艦的定義。在以往的概念中，護衛艦是作為驅逐艦的輔助力量存在的，但是在美國政府的新型海軍戰略中， FFX 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戰術角色。那麼這種角色轉變到底體現在哪裡？它又是如何在有限的噸位爆發出足以威脅大型艦艇的火力？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得把目光轉向這艘艦艇最核心的部分。我們要聊 FFX 的戰鬥力，就不得不先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技術問題。既然這是一艘只有4500噸級的護衛艦，在不大幅改動船體結構的前提下，它如何攜帶足以威脅大型軍艦的重型武器？在傳統的戰艦設計思路中，如果要提升火力，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加裝垂直發射系統。但是 FFX 為什麼反其道而行之，放棄了這種集成度最高的武裝方案？實際上，這正是美國海軍為了速度做出的最大妥協，同時也是最激進的技術嘗試。我們要知道，在現成的船體上挖掘深達數米的發射井，必然會破壞原本的結構強度，並導致極其漫長的改裝周期。既然要求下水速度，這種武裝模式自然是不能用了。美國海軍提出的辦法就是集裝箱化。在 FFX 的直升机甲板上方，美軍增設了一個專門的加固平台，
用來搭載這種看起來像普通貨櫃的發射單元。這就是 FFX 最核心的打擊手段——敵方 MK70 系統。這套系統能夠兼容 SM-6 攔截導彈以及射程超過15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這種設計不僅僅是為了進攻，它還賦予了 FFX 極高的任務靈活性。既然是集裝箱，那就意味着在平時它可以不掛載武器，從而保持低調的航行狀態；而在戰時，它可以在短時間內根據作戰需求快速更換彈藥。換句話說， FFX 不再是一個固定的武器庫，而是一個可以根據戰場局勢隨時調整的導彈平台。那麼除了這種重型火力， FFX 的反艦能力又是如何布局的？在公開的方案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16枚的海軍打擊導彈，這是目前已有的最先進的反艦導彈。它採用了紅外成像尋敵器，而不是傳統的雷達主動導引。在攻擊過程中，它不會發出任何電磁信號，從而極大地降低了被敵方防禦系統偵測到的概率。NSM 具備極高的機動性和自主目標識別能力，它不僅可以進行超低空的掠海飛行，還可以通過內置的數據庫自動識別目標的薄弱部位。換句話說，它不再是盲目的撞向目標，而是有目的的選擇打擊指揮艙或彈藥庫。說完了進攻能力，那麼 FFX 的生存能力又如何呢？美軍為其配備了57毫米 MK110 主炮以及 MK49 海麻雀系統。有人可能會問，這樣的自衛火力在激烈的電子对抗環境下是否顯得過於單薄？實際上，這就是 FFX 在戰術定位上的重大轉變。它不再追求成為戰局中的單挑王，而是被定義為分布式作戰系統中的一個節點。那麼這個節點到底有什麼用呢？簡單來說， FFX 不僅是導彈的發射者，更是無人作戰群的指揮中心。它具備控制無人機和無人潛航器的能力。通過遙控數個攜帶傳感器或導彈包的無人平台， FFX 可以在不暴露自身位置的前提下，將探測半徑和打擊範圍成倍的擴展。這意味着在未來的海戰中，敵人的雷達可能只能偵測到一艘護衛艦，但在他的指揮下卻隱藏着一個規模龐大的無人化的火力網。當然，還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分布式作戰系統。這主要是應對擁有饱和式打擊能力的對手。既然对手可以在數千公里外精準定位並攻擊大型目標，那麼將所有的戰鬥力都集中在少數幾艘昂貴的航母或巡洋艦上，就意味着一旦這些核心艦艇受損，整個艦隊就會陷入癱瘓。既然集結意味着風險，那麼為什麼不把探測、指揮和火力的功能分散到大量的廉價的小型平台上？換句話說，分布式作戰就是通過網絡化技術，將原本屬於一艘大船的功能拆分給幾十艘分散在海面上的小船、無人艇和潛航器。也就是說，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既然 FFX 的設計思路如此強調進攻與低成本生產，那麼作為東亞地區的另一款明星護衛艦，日本的最上級和 FFX 相比有什麼不同和相似的定位？或者說，美國海軍為什麼不選擇最上級作為下一代護衛艦的底板？實際上，這兩艘船的設計風格屬於完全不同的海軍戰略思路。首先，我們要看的是設計核心的差異。最上級的設計初衷是什麼？它是為了應對日本自衛隊人力資源短缺以及在近海執行反潛和掃雷任務而開發的。因此，它追求的是極致的自動化，僅需90名船員即可運轉。這樣一來，節約下來的人力就可以投入到更需要人類操作的地方了，比如各種戰鬥機。但是美國海軍對這種極簡主義持懷疑態度。在美軍的損管理念中，如果艦艇在戰鬥中受損，90名船員是否能夠維持高強度的損害損管工作？要知道，哪怕在二戰時期，日本海軍就以损管不力出名，而美國海軍的损管能力甚至出色到需要美式损管这個專屬名詞來形容。這也不怪美國海軍會對最上級的損管能力提出質疑了。更進一步來說，既然 FFX 被定義為要在高強度消耗戰中指揮各種無人武器的控制節點，那麼它保留140人以上的編制，是否比追求自動化更有實戰意義？畢竟總不能用自動化戰艦控制無人武器吧？這樣減少人類因素很有可能造成對友方單位的誤傷。其次，我們要對比的是傳感器與電子戰系統的取捨。最上級最顯著的特徵是那個集成了4面固定陣列雷達的隱身綜合桅杆，這讓它在探測精度和隱身性能上達到了世界頂尖水平。反觀 FFX， 它使用的卻是相對傳統的旋轉陣列雷達。美軍為什麼在傳感器上選擇了退而求其次？這是否意味着 FFX 的態勢感知能力不如最上級？在這裡，我們必須回到美國海軍的整體邏輯中。既然 FFX 是分布式作戰中的一個投射單元，它的目標數據很大程度上是由預警機、衛星或者是其他傳感器平台提供的。換句話說，它不需要每一艘船都裝備昂貴的4面陣雷達。
只要能通過數據鏈接收目標信息，並利用敵方系統把導彈打出去，它的任務就算完成了。這樣子，剩下來的產能就可以造更多的護衛艦。這種夠用就好的思維，比起追求單艦的性能，更符合目前的美國海軍現狀。更進一步的說，兩者的功能側重點也有着本質的區別。最上級具備極強的反潛和掃雷一體化能力，但是 FFX 呢，它幾乎放棄了複雜的內置掃雷設備，轉而強化了前文提到的集裝箱火力投射。那麼這種取捨說明了什麼？這說明美國海軍已經不再要求護衛艦成為一個全能選手。既然在東亞地區，日本海自已經提供了極強的反潛和掃雷支持，那麼美國的護衛艦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導彈投射和無人機指揮上面。換句話說 ，FFX 和最上級在未來的大洋上，並不是競爭關係，而是一種高度的職能互補。那麼，既然日本的設計非常優秀，美軍最終沒有選擇它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其實答案依然回到了我們確定性和工業主權上。如果我們回顧星座級的教訓，就會發現引進外國設計最麻煩的地方在於，美國的造船廠需要根據美軍制式裝備改造外國艦體。既然引進日本的最上級，同樣需要面对重新設計供應鏈、重新測試抗震標準、重新匹配美軍武器系統等一系列繁瑣流程，那麼美軍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既然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手裡已經有了現成的完全符合美軍標準的巡邏艦圖紙，那麼直接在自家圖紙上修修補補，難道不是實現2028年下水這個目標最穩妥的路徑嗎？但是說了這麼多，如果一件武器不是為了實現既定戰略目標而設定的，那就算不上一件好的武器。那麼美國海軍的下一步戰略到底是什麼呢？事實上，美國海軍目前的戰略很類似于上世紀關於戰機所謂的高低搭配的思路，既有高端的主力艦，也有用來消耗對手的廉價部隊。在這種新型海軍戰略中， FFX 和大量的輕型無人艦艇共同構成了艦隊的低端保護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未來的海戰中，如果海面上到處都是攜帶戰斧導彈且具備高度隱身性能和機動性的 FFX， 那麼對手的探測資源和彈藥儲備到底要不要往這些廉價艦船身上招呼？打吧，實在是不划算；不打吧，這東西也確實有威脅。這就和目前的無人機作戰的思路類似了。其次，這種戰略轉型的背後還牽扯到了美國的海事工業主權。FFX 這種基於本土成熟設計的方案，就可以直接拉動美國本土造船廠的生產線。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美國可以將擴軍與制造業回流深度捆綁。通過大規模採購 FFX， 美軍不僅可以迅速補齊戰艦數量的漏洞，還可以復興其萎縮已久的造船工業基礎體系。既然美軍已經意識到未來的海戰不再是單艦對決，而是系統消耗，那麼 FFX 的出現就標誌美軍正式接受這種殘酷的戰爭邏輯。它不再是一艘追求完美的藝術品，而是一件追求效率的工業品。美國沉寂已久的造船工業也會在這艘新型護衛艦的帶動下，像二戰時期一樣，迅速地重回繁榮時期。總結一下，從2025年底的這次航向大修，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海軍正在經歷一場痛苦但果斷的轉身。既然全能戰艦的神話已經破滅，那麼美軍就選擇用這種極其簡單、直接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去重新拿回海上權力的主動權。FFX 的戰敗不僅僅決定了美國海軍護衛艦的命運，更決定了在接下來的大國博弈中，美軍是否還有足夠的籌碼去維持其全球海權的底線。好了，關於美軍新型護衛艦 FFX 以及其背後的海軍戰略，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